在西汉与匈奴百年博弈的壮阔画卷中，有一位出身寒微却缔造名范强悍者，虽远必诛的传奇将领，他就是陈汤。从街头乞讨借贷的寒门书生，到万里远征斩杀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再到晚年流放边疆的罪臣，陈汤的一生如过山车般跌宕，既彰显了西汉中期军事外交的辉煌，也折射出封建官场的复杂与残酷。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挣扎，更是大汉王朝经营西域、震慑异族的缩影。当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当郅支单于在康居称霸一方，当汉朝使者的鲜血染红西域大地，正是陈汤以矫诏出兵的孤注一掷，为汉朝赢得了数十年的边境安宁，也为华夏文明写下了犯强悍者虽远必诛的铿锵誓言。陈汤的早年是西汉中期寒门士子挣扎求生的缩影。他生于寻常庶民之家，具体生辰已淹没于史书缝隙，为于少孤贫的模糊记载。但困顿的家境并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求。青年时代的陈汤常灯火苦读，从史书到兵书韬略，凡能寻得的典籍无不精读。他不仅练就一手文辞雅健的好文章，更在研读古今兴衰中养成了对天下大事的敏锐洞察力。可才华在贫寒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陈家无田产可依，无宗族可援，为筹谋生计，陈汤不得不放下书卷，向乡邻借贷度日，甚至在年景欠收时要靠乞讨填补饥肠。这般落魄让他成了乡人口中的无形之徒，有人笑他读破万卷书仍食不果腹，有人讽他空有笔墨却是世人风骨，连州里负责察举的官吏也因他家贫且无相遇，从未将他列入举荐名单。但这份世人的轻视反而淬炼出他的坚韧。他暗下决心，定要走出乡野，凭本事挣得功名，让所有轻视他的人刮目相看，而不惜一切改变命运的执念也在此时悄然扎根心底。他的挣扎恰与西汉中期的社会困境交织。历经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的开疆拓土，昭帝、宣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汉帝国虽仍保有天下强悍的威势，社会阶层却已逐渐固化，世家子弟平门第可轻松入仕，功臣后裔皆硬币能占据要职，唯独寒门士子若无机缘或贵人提携，即便有惊天伟地之才，也难登仕途之门。陈汤看透了这层现实，深知困守乡野永无出头之日，遂在弱冠之年收拾行囊，毅然西赴长安这座矗立在渭水之畔的帝都，不仅是天下的政治中枢、经济枢纽，更是寒门子弟唯一能凭才博前程的竞技场。初到长安的陈汤如同汇入大海的涓流，只能从最底层的官职起步。他被授任太官县十城，这是个连百担都不及的微末职位，日常职责便是掌管宫廷膳食的供应。旁人视此职为建议，陈汤却格外用心，这份于细微处见真章的能力，恰好被负责监管宫廷事务的富平侯张伯看在眼里。张伯素以识才闻名，起初只是留意到这位年轻小吏的文书笔力沉稳，见地不俗，后来又发现他在膳食调度中井井有条，便特意召陈汤问话。交谈间，陈汤对局势的分析让张伯惊叹此子非池中之物，正是这次偶然的赏识，为陈汤日后通过举茂才入仕埋下了关键伏笔，也让他离出人头地的目标终于近了一步。这份蛰伏的等待终于在公元前47年迎来了转机。这一年，
汉元帝刘氏下诏，令朝中公侯大臣与地方长官举荐年轻贤才，这是西汉察举制的常规选拔机制，由重臣或地方主官考察辖区内品行端正、才学出众者，经考核后推荐至朝廷授官。时任复平后的张伯始终记得那位在太官署展现出过人条理与边事见解的年轻小吏，遂将陈汤列入举荐名单。在呈给朝廷的荐表中，他着重写道：陈汤博通群籍，有将帅之气。对陈汤早年家贫乞贷的落魄过往，则刻意略去不提，只为让这份举荐更具说服力。举荐成功的消息传来，陈汤以为命运的闸门终于向自己敞开，只需等待朝廷分配官职，便能正式踏入仕途。可就在这临门一脚的时刻，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骤然袭来，远在故乡的父亲突然病逝。在汉代以孝治国的体系下，尤其是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道早已超越伦理范畴，成为朝堂选官、社会评判的核心准则。父母去世，子女需即刻辞官返乡，守丧3年，若有违者，便会被贴上大逆不道的标签，不仅仕途尽毁，更会被世人唾弃。一边是判了半生的仕途机遇，一边是不容违背的孝道礼法。陈汤在挣扎中做出了一个冒险的选择，他没有立刻返乡奔丧，试图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以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此事很快被人揭发举报。汉廷得知后震怒，不仅将矛头指向陈汤，更严厉追责举荐人张伯，下诏谴责其举贤不当，施查其行，削去其封邑200户。而此时张伯恰好病逝，朝廷竟追加赐谥为庙。在汉代谥法中，庙意为名实不符，言行相违，是典型的恶事，以此警示朝臣举荐人才需德才兼顾。而身处风暴中心的陈汤，不仅彻底错失了这次授官机会，更被直接逮捕下狱，从即将踏入仕途的举荐贤才，一夜沦为触犯礼法的戴罪之囚。他满心期待的人生转折，最终以一场牢狱之灾草草收场。刚刚看到微光的仕途，尚未起步便遭遇了重创。这场逆丧不奔的风波，既是西汉礼法制度对官员行为的刚性约束，更将陈汤为达目的不拘小节的性格特质暴露无遗。他对功名的渴望，已远超对传统伦常的敬畏。好在西汉察举制虽重品行，却也未完全埋没人才。陈汤出狱后不久，便有官员感念其才学，再次向朝廷举荐。这一次他终于得偿所愿，被任命为郎官，正式踏入西汉官僚体系的圈层。郎官虽仅为比300担的低级官职，却因常伴皇帝左右，参与宫廷事务，成为寒门士子崭露头角的重要跳板。按常理，多数人会借此机会稳扎稳打，积累政治资本，但陈汤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汉书中9级藩国，其意样样的记载，精准勾勒出长期在京城担任闲职，无法施展抱负的焦虑心境。陈汤不甘于平庸，多次主动请求出使外国，这份急于摆脱平庸、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与后来他在西域矫诏出兵时的果敢决绝，实则一脉相承，都是对命运主动权的极致争取。数年后，朝廷任命陈汤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命他与校尉甘延寿一同出使西域。谁也未曾料到，这个看似常规的人事任命，不仅彻底改写了陈汤的人生轨迹，更将在不久后重塑汉帝国与匈奴的力量格局。要读懂陈汤在西域的冒险之举，必须先厘清当时汉匈关系的复杂脉络。
自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汉朝与匈奴为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已展开近100年的拉锯战。到汉宣帝时期，匈奴内部因权力斗争陷入分裂，形成五单于争利的混乱局面，其中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2大势力脱颖而出。为寻求外部支持，2位单于都将儿子送往长安作为人质，汉朝则采取平衡策略，对双方均保持礼遇，暂时维持了西域的脆弱和平。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呼韩邪单于为巩固地位，亲自前往长安朝见汉宣帝，明确表示归附汉朝，而郅支单于则认为呼韩邪已沦为汉朝附庸，遂趁机向西扩张，先后攻破呼济、监昆、丁零等部族，逐步统一匈奴西部地区，势力日益壮大。汉朝为扶持呼韩邪单于，牵制郅支，派兵护送其返回漠北草原。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郅支单于，他认定汉朝偏袒呼韩邪，将不满直接发泄在汉朝使者身上，不仅扣押汉使江乃使等人，还对其百般羞辱，汉匈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公元前45年，郅支单于为试探汉朝态度，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进贡，同时请求带回此前入质的儿子，假意表示愿意归附。这一提议在朝廷引发激烈争论，御史大夫贡宇、博士匡衡援引《春秋》中夷狄不臣，不可尽从的原则，认为郅支单于教化未纯，居地偏远，只需将其子送至边境即可，无需派使者全程护送。而为司马、古籍则力排众议，主张以礼相待，全程护送。他在奏书中直言，若郅支敢加害汉使，必背负不义之名，远遁他方，不敢再与汉朝为敌。尽管贡宇等人强烈反对，汉元帝最终还是采纳了古籍的建议，命其护送郅支单于之子返回王庭。这一决定最终酿成惨剧。古籍抵达郅支单于的王庭后，郅支单于私下伪装，以汉朝偏袒呼韩邪为由，残忍杀害古籍及其随从。自知与汉朝彻底决裂的郅支单于，又听闻呼韩邪单于在汉朝支持下实力日渐强盛，担心遭到两面夹击，遂率部向西逃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一带。郅支单于逃至康居后，与康居王达成政治交易。康居王希望借助匈奴的军事力量胁迫周边国家，遂将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则为巩固立足点，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康居王，通过联姻形成同盟。但郅支单于并非真心依附，反而凭借武力逐步架空康居王的权力。他不仅强占康居东部3万户牧民的属地，还强迫康居出兵协助自己攻打乌孙。彼时康居国内已分裂为亲郅支派与亲汉派，亲汉派以贵族涂墨为代表，因不满郅支单于的残暴统治，暗中与汉朝保持联系，这也为后来陈汤出兵时能轻松获取郅支城的防御布局、粮草储备等关键情报埋下伏笔。在康居站稳脚跟后，郅支单于的野心愈发膨胀，他多次借康居之兵攻打乌孙，甚至深入乌孙腹地的赤谷城，烧杀抢掠，导致乌孙西部千里之地人畜绝迹，百姓纷纷逃离。随着势力增强，郅支单于对康居王也日益傲慢，不仅不再履行联姻盟约，还因琐事发怒，杀害康居王的女儿及贵族、百姓数百人，更将部分受害者肢解后投入都赖水。其残暴行径令康居上下敢怒不敢言。此外，他还强迫康居百姓为其筑城、
每天征调500人，耗时2年才建成一座坚固的城池。同时派遣使者胁迫河苏、大渊等西域小国，要求他们每年缴纳贡赋。这些国家因畏惧其武力，不得不屈从。面对郅支单于的挑衅，汉朝曾经3次派遣使者前往康居，要求归还古籍等人的尸体，却均遭郅支单于羞辱。他不仅拒绝交出尸体，还将汉师软禁，甚至通过西域都护府向汉朝上书，用嘲讽的语气假意示好：我如今处境困苦，愿归附强大的汉朝，待日后送儿子入长安为止。这种名为顺从，实为蔑视的态度，让汉朝在西域颜面扫地，更直接威胁到汉朝对西域的统治根基。若不及时遏制郅支的势力，西域各国极可能因忌惮其威慑而纷纷倒向。汉朝近100年苦心经营西域的成果将彻底付诸东流。郅支单于在康居的残暴扩张，叠加对汉朝的公然挑衅，早已为西域埋下战火隐患。公元前36年，陈汤与甘延寿肩负起稳定西域的使命，正式踏上出使之路。而这趟行程也成为陈汤将胸中军事谋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转折点。陈汤素来沉着勇毅，心中更藏着建立不世之功的抱负。沿途每经过一座城镇、一道山川，他都会特意登高远眺，仔细勘察地形地貌，默默记下适合驻军、可设伏兵的关键节点。这种近乎本能的军事敏感度看似寻常，却早已为他后来突袭郅支城的行动埋下了重要引线。在与西域各国贵族、牧民的交流中，陈汤逐渐理清了局势脉络，最终向甘延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构想。夷狄向来畏惧强者，这是天性使然。西域原本就与匈奴渊源深厚，如今郅支单于威名远扬，既侵犯乌孙、大渊，又为康居出谋划策，若任其发展，不出数年，西域有成国的诸国都将陷入危局。郅支的部众剽悍善战，长期放纵必成大患。好在他驻地虽远，蛮夷却没有坚固的城墙与强劲的弩箭可用。若我们能征调西域屯田的汉军，再联合乌孙的兵力，直捣其城下，必能将其擒获。这千载难逢的功业，今日便可促成。这番分析精准击中了郅支单于的软肋，更点破了汉朝在西域的核心危机。郅支的威胁不仅是军事层面的侵扰，更在于它可能整合西域反汉势力，形成对抗汉朝的联盟，彻底逆转汉匈在西域的力量对比。甘延寿深以为然，当即准备起草奏书，向朝廷请示出兵计划。但陈汤却极力反对，他太了解长安朝堂的运作逻辑，公卿大臣议事时往往顾虑重重，议而不决，如此非凡的战略，大概率会因风险过高，不合常规被驳回，错失战机。甘延寿虽认同陈汤的分析，却坚持要先上奏朝廷，等待批准。两人尚未就此事达成共识，甘延寿突然患病，不得不暂时卧床静养，无法处理公务。正是这一意外，让陈汤下定了先斩后奏的决心。他深知战机稍纵即逝，若等甘延寿病愈，再经朝廷商议，郅支单于很可能以加固城防，联合周边势力，届时再想征讨难如登天。于是陈汤瞒着甘延寿，独自假托朝廷诏令，开始调发兵力，一方面征调乌孙、大渊等西域属国的军队，另一方面调动车师国务给校尉管辖的汉朝屯田官兵。甘延寿得知消息后，惊得从病床上起身，不顾身体虚弱，急忙前去阻止。面对甘延寿的反对，陈汤却按住佩剑，
厉声说道：“大军已然集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你此时阻止，是要破坏这千辛万苦促成的局面吗？”眼见木已成舟，军队调动的消息已无法收回，甘延寿深知再反对也无济于事，只能默许陈汤的行动。随后，两人共同部署军队阵型，增设扬威、白虎、何其三校，将汉朝屯田兵与西域蜀国兵整合为一支4万余人的联军。在军队开拔前，甘延寿与陈汤联名上书长安，一边自我弹劾假托诏令、擅自调兵的罪状，一边详细陈述西域局势与军事部署。这场震惊后世的矫诏出兵就此拉开序幕。陈汤敢冒矫诏的灭族风险，绝非一时冲动。他深知西域战局的关键在于快与密，一旦消息泄露，只知单于若加固城防或逃往更偏远的部族，汉朝再想征讨将难如登天。而长安朝堂的议事效率早已被过往边疆事务证明，远水难救近火。这种先斩后奏的决断虽违背了朝廷法度，却恰恰体现了古代军事中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实战智慧，更藏着他为保汉朝西域安危不惜赌上自身性命的担当。4万联军很快兵分2路，向着康居腹地奔袭，一路沿南道穿越葱岭，途经大渊，直插康居南部；另一路由甘延寿亲自统领，从温宿国出发，沿北道经乌孙赤古城，最终抵达康居边界的滇池西岸。行军途中，意外遭遇康居父王宝田率领的数千骑兵。这支军队刚在赤古城东侧劫掠乌孙民众，不仅杀害1000余人，还抢走大量牲畜。此刻正满载辎重返城，见汉军过境，便想趁机抢夺。陈汤当机立断，下令迎击。汉军将士本就为征讨郅支而来，士气正盛，一番激战，斩杀460名康居兵，不仅夺回被掳的470名乌孙百姓，交还乌孙王，还将缴获的马牛羊充作军需，更俘虏了暴田麾下的显贵伊奴独。这一战既挫败了康居的嚣张气焰，也为汉军赢得了乌孙的信任。抵达康居东部边界后，陈汤立刻约束军纪，严令士兵不得劫掠当地民众，以此彰显汉军伐罪吊民的正义形象。他深知康居国内并非铁板一块，随即暗中召见对郅支单于不满的康居显贵涂墨，以汉朝威势为后盾，又以盟约信誉相劝。两人饮酒盟誓后，陈汤释放涂墨归营。这一举动不仅从涂墨口中摸清了郅支城的兵力部署与粮草储备，更成功分化了康居与郅支的联盟。随后，在涂墨族人开谋的引导下，汉军一步步接近郅支城。联军先是在离郅支城60里处扎营，观察动向，待确认无埋伏后，又推进至30里处安营，步步紧逼。郅支单于察觉汉军逼近，先派使者前来试探。陈汤顺势以柔克刚，回应道：单于此前曾上书汉朝，言明处境艰难，愿归附，天子怜悯单于远离故土，特命我等前来迎接单于及家眷，因恐惊扰城中军民，故未敢贸然靠近城下。使者往返数次，双方须臾未议之际，甘延寿与陈汤突然改变态度，在最后一次会面时言辞责备：我等为迎接单于远道而来，却始终未见单于派明王大臣前来接洽，这难道是主人对待宾客的礼仪？如今我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粮草即将耗尽，若再拖延，恐怕难以为继，还望单于与大臣们慎重考虑。这番话软中带硬，既点破郅支的拖延之计，也暗露开战决心。不久后，汉军推进至都赖水上游，
在离郅支城仅3里处列阵待发。此时郅支城的防御已清晰可见，城墙上插着5色旗帜，数百名士兵披甲守备，城下100余骑兵往来奔驰，炫耀武力。城门两侧100余名步兵摆出鱼鳞阵，正由匈奴将领讲授战法，甚至有人对着汉军阵前叫嚣。面对这般挑衅，陈汤早已制定好针对性战术。针对郅支城外层木城易燃的特点，他命士兵携带硫磺、干草，计划夜间顺风纵火，借火光压制城上攻弩手。针对内层土城坚固的特性，甘延寿率主力从正面用冲车撞击城门，陈汤则亲领精锐从侧面挖掘地道，绕至土城后方突袭。战事打响后，郅支的鱼鳞阵很快露出破绽，阵中步兵多为康居平民抢征而来，缺乏训练与斗志，在汉军急弩齐发下迅速溃散。城下匈奴骑兵试图冲击汉营，也被汉军弓弩击退。甘延寿随即下令击鼓进军，汉军士兵以大盾为掩护，四面围城，先挖深沟阻断敌军退路，再以急弩仰射城上守军。匈奴军依托木城还击，汉军便点燃柴草纵火，火焰很快吞噬木城。入夜后，数百名匈奴骑兵试图突围，却被早已埋伏好的汉军迎面斩杀，无一生还。激战中，郅支单于曾想弃城逃走，但他既担心康居人已暗中投靠汉军，又听闻乌孙等国也派兵参战，自知无处可逃，只能选择坚守。他错误判断汉军远来，必不能久攻，亲自披甲登城指挥，连身边数十位胭脂夫人也持弓箭参与防守。但战局的走向远超他预料，以致汉军弩箭射中他的鼻子，鲜血直流，身边胭脂夫人多被射死，士气瞬间崩溃。郅支单于被迫退下城楼，骑马转战至内室。半夜时分，外层木城被汉军攻破，残余守军退入土城，仍在城上呼喊抵抗。此时康居派来的万余骑兵虽分10余处环城接应，却因畏惧汉军战力，多次夜袭汉营，均被击退，始终不敢靠近。次日天亮，汉军发起总攻，四面纵火焚烧土城，士兵们乘着火势大声呐喊，征鼓声、厮杀声震动天地。康居骑兵见大势已去，纷纷溃散逃走。汉军推着大盾攻入土城，郅支单于带着100余亲信逃入内室。汉军随即纵火焚烧内室，士兵们争先冲入，郅支单于因伤势过重，当场被杀。军侯代理丞杜勋上前斩下郅支首级，还在室内找到汉朝使者古籍当年携带的2根节杖与帛书，这2样物品成了郅支单于杀害汉使的铁证。此役，汉军共斩杀郅支胭脂、太子、明王1518人，俘虏145人，另有1000余人投降。缴获的战利品按西域属国出兵规模分赏给参与作战的15位属国王。这场跨越万里的远征终以汉军全胜告终。郅支城一战的全胜，不仅终结了郅支单于在西域的残暴统治，更成为汉匈100年战争史的里程碑。自此，匈奴呼韩邪单于一脉彻底归附汉朝，汉朝对匈奴的战略优势从压制转为绝对掌控。战后，甘延寿与陈汤联名向汉元帝上奏，字里行间满是荡平边患的激昂。天下一统，昔有唐虞，今有强汉。郅支单于叛逆，毒害百姓，臣等率仁义之师，替天诛伐，斩其首级，愿悬于镐阶蛮夷官邸间，以昭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份奏章不只是战报，更提出了震古烁今的外交理念，
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此后成为华夏文明面对外敌时的精神旗帜，彰显着大汉王朝的自信与威严。但鲜少有人注意到，辉煌战功的阴影下，矫诏出兵这一违纪行为已悄然埋下隐患。陈汤虽凭胆识立了不世之功，却也触碰了西汉中央集权统御兵权的制度红线。这场胜利的庆功宴尚未开席，长安朝堂的政治风暴已在酝酿。当报捷奏章送达长安时，朝廷的反应并非预想中的举国欢腾，反而迅速陷入激烈辩论。司法部门首先接过奏书，按汉律，矫诏是足以判死罪的重罪，无论战果如何，擅自假托军命调兵的行为必须依法审查。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婆延寿率先发声，他们以儒家礼法为依据，反对选手示众的提议，说道：置之单于及明王之头，以传遍西域，蛮夷诸国无不知晓。月令有云：春天当掩埋白骨，顺应天时，此时选手示众，恐违背仁政之道。这番话看似站在仁政的道德高地，实则暗藏对陈汤、甘延寿擅自行动的不满。在匡衡等经学家眼中，制度的严肃性远重于边将的实战功绩，若为战功宽恕矫诏，恐日后边将纷纷效仿，动摇朝廷对兵权的掌控。与匡衡针锋相对的是车骑将军许嘉与右将军王商，他们援引春秋典故反驳昔年孔子诛杀乱政的优师，剩下之时仍将其首级分门别类处置，以示惩戒。置之单于杀害汉室，背叛汉朝，罪远胜优师，选手示众10日再埋葬，既合礼法，又显国威，何错之有？许、二人代表的实务派更看重军事胜利对西域稳定的实际价值，置之以灭。此时若严惩功臣，否定战功，不仅会寒了边将之心，更可能让西域属国质疑汉朝的信誉，得不偿失。这场围绕首级处置的争论，本质是西汉中后期经学派与实务派的权力博弈，一方坚守礼法至上，试图维护制度权威，另一方侧重结果导向，主张以功绩衡量价值。最终汉元帝选择了折中，采纳许嘉、王商的建议，将置之单于首级悬挂在镐街蛮夷底间，即汉朝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的区域，示众10日。这一决定虽未直接为陈汤矫诏证明，却以彰显国威的名义，间接认可了他的战功，也为后续的功罪评判留下了缓冲空间。首级示众的争议刚平，真正的危机却在长安朝堂悄然发酵。中书令石显率先发难，这位权倾朝野的宦官，此前曾想将姐姐嫁给甘延寿，遭拒后一直怀恨在心，如今终于找到报复契机。而丞相匡衡本就对矫诏出兵深恶痛绝，两人迅速形成隐性同盟，决意打压陈汤与甘延寿。更让陈汤陷入被动的是，他素来贪财的性格缺陷在此刻彻底暴露。凯旋途中，他私自将大量战利品据为己有，未按汉律上缴朝廷。汉代边将虽有以战养战的不成文惯例，允许从战利品中分得部分财物激励士兵，但陈汤所缴获的财物进入汉界后多不依法上交，不仅远超惯例范畴，还在司隶校尉核查时拒不配合，这无疑给了政敌攻击的把柄。司隶校尉当即下令，命沿途官员逮捕涉案官兵彻查。陈汤得知后，再次上书汉元帝，直言：臣与官兵远赴康居，血战诛杀置之，如今万里凯旋，朝廷本应派使者沿途劳军，岂有司隶反捕将士之理？此举无异于为置之报仇。
这番话精准抓住李煜凯旋之势的舆论共识，迫使汉元帝下令释放官兵，还命各地筹备90犒劳大军，暂时化解了危机。可到了论功行赏阶段，石显与匡衡再度联手施压。他们在朝堂上公开反对甘延寿、陈汤擅自兴兵矫治，本是死罪，侥幸立功，免于诛杀，已属万幸。若再封爵赐土，日后出使边疆的将领必争相效仿，借建功之名声势蛮夷，为国招祸，此风绝不可开。两人将陈汤的功绩定性为危险先例，核心是担心边将权力失控，动摇朝廷对军事行动的绝对掌控。汉元帝虽内心认可二人战功，却在石显、匡衡的权臣压力下犹豫不决，封赏之事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宗正刘向挺身而出，其上书成为古代政治史上为边功将领辩护的经典篇章。他在奏书中先痛陈郅支单于的罪行，郅支求杀汉使力士以百数，使暴扬于外国，严重损害汉朝威望，罪不容诛。在盛赞陈汤、甘延寿的功绩，二人承陛下圣意，倚仗天地神灵，统领西域诸国之兵，冒死深入绝域，踏平康居，攻破五重城池，斩郅支之首，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满朝群臣无人能及。为增强说服力，刘向还援引历史对比，周代方书及辅诛杀贤允而令百蛮臣服，齐桓公因尊周攘夷之功被宽恕灭相之过，即便汉武帝时20将军李广力伐大渊，耗费巨万，仅得骏马30匹，仍获封海西侯。刘向特意强调，如今康居国力强于大渊，郅支单于的名号重于渊王，其杀汉使之罪远甚流马之过，而陈汤出征为征调汉朝一兵一卒，为耗费国库一粒粮食，全凭西域蜀国之力与敌粮补给获胜，功绩远超李广利。更精妙的是，刘向的奏书暗藏对外戚专权的批判。李广利是汉武帝外戚，功绩平平却获重赏；陈汤无任何外戚背景，凭不世之功却遭打压。当时汉元帝正重用外戚史高，刘向这番对比，实则暗讽朝廷赏罚不公，外戚权重，精准击中汉元帝不愿背负任人唯亲骂名的心理，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论功行赏。汉元帝随后下诏，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流杀汉使者力士，罪孽深重，朕何尝忘怀。此前未出兵，是顾虑兴师动众，劳伤降帅，故隐忍未发。如今甘延寿、陈汤见机行事，乘势集结西域城国诸国兵力，虽擅自矫治出征，但幸赖天地宗庙之灵，诛杀郅支单于，斩获其首。虽有逾郅之过，却为烦扰汉朝一兵一卒，为耗费国库一文钱，还借敌粮补给军需，于万里之外立威，震慑百蛮，名扬四海，特赦免二人之罪，不予追究。诏书巧妙将矫诏定性为笃便宜，成实力，在承认于义干法的同时，着重强调其为国除残的核心价值，为封赏扫清了障碍。可具体封赏时，争议再起。匡衡、石显质疑郅支本是王逃单于，窃号于绝域，并非真正的匈奴单于，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战功合法性。汉元帝原本计划参照安远侯郑济的旧例，封二人各食1000户，却因两人强烈反对，被迫妥协，最终封甘延寿为义城侯，陈汤为关内侯，各食300户，赐黄金100斤，分别任命为长水校尉、摄生校尉。这一封赏与他们的功绩不相称，对比李广利伐渊后封海西侯，食邑8000户，
更显苛刻。即便如此，陈汤总算凭借诛杀郅支的不世之功，跻身列侯之列，抵达了人生的巅峰。然而，这份因战功而来的辉煌，在西汉朝堂并未延续太久。公元前33年，汉成帝即位后，政治风向骤变，早已对陈汤心怀不满的丞相匡衡旧事重提，向朝廷上奏弹劾。陈汤以2000担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却在蛮夷之地专断行事，不仅不以身作则约束下属，还私自侵占从康居缴获的财物，依规当免官治罪。尽管陈汤私吞战利品一事发生在大赦之前，按律可免于追究，但在匡衡的坚持下，他仍被免去摄生校尉之职。这是陈汤仕途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他以为诛杀郅支的不世之功能成为免罪金牌，却忽视了西汉朝堂斗争中旧账随时可翻的残酷规则。政敌只需抓住一点瑕疵，便能将他从巅峰拉下。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免官后的陈汤急于重返仕途，竟铤而走险，向汉成帝上书诬告康居王送至汉朝的质子并非真王子。这一指控若属实，将意味着康居对汉朝的公然欺骗，直接关乎邦交体面。汉成帝当即下令核查，可核实结果却是真王子，陈汤的诬告不攻自破。按汉律，诬告朝廷属国使者属重罪，陈汤因此被捕下狱，面临死刑。危急时刻，太中大夫古勇挺身而出，向汉成帝上书。他在奏书中先以历史名将为例，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赵奢、强秦不敢窥伺景星官，可见良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接着盛赞陈汤功绩，陈汤当年奋扬武威，诛杀郅支单于，报了10年未雪的汉使被杀之仇，洗清了边疆官吏的耻辱，威震百蛮，声扬西海。自汉元帝以来，征伐域外的将领中，无人能及。若陛下诛杀陈汤，恐让天下将士心寒，日后再无敢为国家深入绝域、冲锋陷阵之人。这番陈词直击汉成帝恐失军心的顾虑，最终打动了他。陈汤虽被释放，却被剥夺关内侯爵位，沦为庶民。命运的转机在数年后悄然降临。当时西域都护段惠宗被乌孙兵马围困，紧急向长安求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满朝百官商议数日，始终拿不出有效对策。就在此时，王凤想起了赋闲在家的陈汤，认为他熟悉西域军务，遂建议汉成帝召见。彼时陈汤因早年远征西域时饱受风寒，落下了风湿病，双臂已不能正常屈伸。汉成帝特意准许他免行跪拜之礼，让他查看段惠宗的求救奏书。陈汤起初推辞道：将相久卿皆贤才，臣衰弱多病，不足谋大事。汉成帝知其有怨气，诚恳说道：国家有急，望君勿辞。陈汤这才分析道：乌孙兵虽多，却皆乌合之众，其战斗力远不如汉军。昔日5个胡兵抵不过1个汉兵，如今虽雪汉军志气，仍需3个胡兵才能抵1个汉兵。段惠宗守西域多年，必能坚守，且乌孙兵不能持久，不出5日，必有解围的捷报传来。果然，4日后军书传至长安，乌孙因久攻不下，担心汉军援军抵达，已主动解围而去。这次精准的军事预判，让王凤重新认识到陈汤的价值。他随即奏请汉成帝，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朝中军事大事均交由他决断。
陈汤在任上展现出卓越的将帅风范，他明确法令细则，让军务处置有章可循，又善于采纳众人意见，不刚愎自用，很快赢得下属信服。可他贪婪的本性终究难改，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最终因受禄金的罪名被罢黜官职，彻底结束了仕途上的最后一次辉煌。被罢黜官职的陈汤，人生最后阶段陷入更深的悲剧漩涡。他晚年与将作大臣谢万年结交，而这段交情恰好撞上汉成帝改建陵墓的风波。汉成帝最初在卫陵营建自己的陵墓，数年后却看中霸陵曲亭南的地块，决意停工改建新陵。谢万年见状，以汉武帝时杨光因营建陵墓升任将作大将，耿寿昌修建杜陵获封关内侯为例，劝说陈汤一同向朝廷上书，提议迁徙百姓到新陵周边定居，宣称此举既能强化京师威势，削弱诸侯势力，又能让中产以下家庭均享财富，还主动表示愿带头迁徙。陈汤虽因在长安已有家室，本不愿东迁，但面对可能重获朝廷关注的获利良机，终究抵不住诱惑，最终与谢万年合谋上书，卷入这场本与他无关的工程争议。汉成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随即下令营建昌陵，并强制迁徙郡国百姓前往定居。可谢万年当初承诺的3年完工完全落空，工程持续数年仍未竣工，耗费钱财数以百万计，导致国库空虚，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反对。汉成帝见状，不得不下令停建昌陵，而陈汤的麻烦也随之而来。当时有人见昌陵停工，便问陈汤：“你在新陵的住宅没拆，难道朝廷还会再下令迁徙吗？”陈汤随口答道：“朝廷就算听了群臣的话停建，日后还是会迁徙的。”这句话被一直不满他的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得知，当即上书告发，指控陈汤散布谣言，祸乱民众，给本就敏感的陵墓争议火上浇油。陈汤因此被捕受审，而这场审讯彻底揭开了他早年诸多未被清算的不法行为。他曾为时任黄门郎的王莽上书求封，谎称王莽之母供养皇太后辛劳，因获封爵，收受苟参之妻50斤黄金，承诺为其儿子苟吉谋求官职，为贪污100万钱财的弘农太守张匡开脱罪责，收受贿赂200万钱，甚至在东来郡出现黑龙异象时，妄以此为玄门开启之兆。因皇帝多次微服出行，才导致龙现飞时，涉嫌非议皇权。丞相与御史大夫联名弹劾，以惑众不道、妄称诈伪、非所遗言为由，指控陈汤犯有大不敬之罪，请求严惩。廷尉赵增寿审理后认为，陈汤虽有不实言论，但未引发实际动乱，不构成或重罪。不过散布谣言，非议朝廷，却属大不敬。汉成帝考虑到陈汤曾有诛杀郅支单于的功绩，最终从轻裁决。陈汤先前讨灭郅支有功，免其死罪，贬为庶人，流放边疆。陈汤与谢万年一同被发配至敦煌，远离了他曾渴望建功的政治中心。时隔许久，敦煌太守向朝廷上书，称陈汤早年诛杀郅支单于，威名震慑外国，如今流放敦煌，此地靠近西域边境，恐引发蜀国疑虑，不宜让他留居近塞之地。汉哀帝于是又将陈汤迁往更偏远的安定郡。就在陈汤处境愈发艰难时，议郎耿玉向汉哀帝上书鸣冤。他在奏书中痛切指出，甘延寿、陈汤为大汉扬威于万里之外，洗刷国家多年的耻辱，征讨绝域中不受约束的君主，擒获万里难至的敌虏，
这样的功绩，朝中群臣无人能及。他还批评当年匡衡等人排挤功臣，不予厚赏。朝廷若如此对待有功之臣，恐日后再无敢为国家深入险境、挺身而出之人。耿玉的奏书直击汉朝重名节，清功勋的官场弊病也触动了汉哀帝。汉哀帝深知陈汤虽有过错，但功大于过，且此时汉朝边疆已不如往日稳定，正需表彰功臣以激励将士。于是他下诏赦免陈汤，允许其返回长安。回到长安的陈汤已垂垂老矣，他不再过问政事，也无力再争名逐利，最终在长安病逝。这位曾在西域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就这样走完了一生。陈汤死后数年，王莽逐渐掌控西汉朝政。为讨好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也为报答陈汤早年为自己求封的旧恩，王莽借陈汤讨灭郅支单于的功绩，奏请尊汉元帝庙号为高宗，同时以当年封赏过薄为由，加封甘延寿之孙甘谦一心600户食邑，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还封陈汤之子陈逢为破胡侯。这份迟来的荣誉，看似为陈汤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慰藉的句号，实则暗藏政治算计。王莽此举本质是借陈汤的军功声望巩固自身权威，为日后篡汉铺路。他随后任命陈逢为强弩将军，利用陈家在军中的影响力镇压反对势力，让陈汤的名字最终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陈汤的一生始终缠绕着英雄与罪臣的双重争议，他以名犯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壮举扬威西域，却也因贪财好利、无视礼法的行为屡遭诟病。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他的形象逐渐从争议人物升华为民族精神符号。这种转变不仅源于他功绩的客观性，更与不同时代的历史需求深度绑定，成为映照各朝治国理念与民族心态的镜子。汉代作为陈汤事迹的发生时代，对他的评价始终存在鲜明分歧。汉元帝时期，朝堂便分裂为两大阵营，刘向、古勇等实务派力挺陈汤，认为他诛郅支、雪国耻、镇汉威，功绩足以抵消矫诏之过，应给予厚赏。匡衡、石显等礼法派则紧抓其矫诏乱法、私吞战利品的过错，主张严惩以正制度。最终朝廷采取折中方案，赦免陈汤的罪行，封其为关内侯，却仅赐食邑300户，既为完全否定功绩，也为纵容越权行为。这种功过并提的态度成为汉代评价的基调。即便在陈汤屡遭贬谪的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官方也从未彻底抹除其战功。汉哀帝将流放敦煌的陈汤召回长安，便是对其定西域之功的间接认可。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为陈汤立传时，更是延续了这种客观视角，既如实记载他逆丧不奔、贪财受贿的缺陷，也盛赞其万里奔袭、诛灭郅支的壮举，评价他虽不循常规，然有功于国，为后世对陈汤的评价奠定了功过并存的基础框架。唐代对陈汤的评价迎来第一次明显转向。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唐朝正大规模开拓西域，急需借鉴汉朝经营边疆的经验，陈汤远诛郅支的事迹恰好成为典范。唐太宗曾对大臣感叹：昔陈汤诛郅支，威震西域，今朕千里尽灭突厥，当效其功。将陈汤与名将李靖并列，足见对其功绩的推崇。唐高宗时期，西域都护裴行俭平定突厥叛乱时，更是直接引用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的名言激励将士，此时的陈汤已从争议人物转变为边疆将领的精神标杆，其过错被逐渐淡化，功绩则被不断放大，成为唐朝开拓边疆的合法性符号。宋代因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对陈汤的评价回归理性，却未否定其功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汤为人，陈勇有大谋，然贪财好利，若能治其欲，必为良将。这种评价既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回避性格缺陷，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重礼法、尚理性的视角。他们警惕陈汤矫诏越权的行为可能对中央集权造成的冲击，却也承认其战功对维护边疆稳定的价值，形成了褒其才、贬其行的独特评价风格。明代是陈汤形象升华的关键时期，当时明朝面临蒙古南下、倭寇侵扰的边疆危机，急需尚武精神凝聚人心。陈汤虽远必诛的宣言，恰好成为唤醒民族斗志的口号。抗倭名将戚继光于大猷出征前，常以陈汤万里诛敌的故事激励士兵，将其视为抗击外敌、捍卫家国的象征。思想家顾炎武在《日之录》中，更是将陈汤与卫青或祛兵并列，称其汉阳威于域外，功不可没。此时的陈汤已不再是单纯的边疆将领，而是承载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清代对陈汤的评价进一步拔高，且与维护国家统一的需求深度绑定。乾隆皇帝多次在诗文中提及陈汤，称其朱治之以振汉威，实乃千古之良将，将其视为巩固边疆、维护大一统的典范。从现代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对陈汤的评价更趋客观全面。一方面，他平定治之之乱，消除了汉朝在西域的威胁，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宣言，更奠定了汉朝的大国自信，对后世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他矫诏破坏制度、贪财好利的行为，也反映了个人品格的缺陷与时代的局限性，不应被刻意美化。纵观陈汤一生，缺陷与伟大的共生是最鲜明的特质。他既有贪财好利、漠视礼法的个人瑕疵，也有临危不乱、敢担风险的担当。既以矫诏打破制度约束，又以万里远征捍卫国家利益。他的人生轨迹不仅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多面，更沉淀出关于个人成长、国家治理与民族精神的深层启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从个人成长的维度来看，陈汤的经历打破了伟大者必完美的固有认知。每个人都有性格弱点，但若能将核心优势发挥到极致，仍能成就非凡事业。面对置之单于在西域的扩张，正是他精准的军事洞察力与果敢决断，让汉朝得以跨越万里平定边患。即便贪财的缺陷为人诟病，也无法完全掩盖他对国家边疆稳定的关键贡献。但同时，陈汤的人生起落也敲响警钟，未加克制的欲望会成为才华的绊脚石。他因私吞战利品被免官，因收受贿赂断送最后仕途，最终落得贬谪边地的凄凉晚境。这提醒我们，个人能力再突出，若被私欲裹挟，突破底线，终将偏离正轨，甚至葬送此前所有成就。跳出个人层面，聚焦国家治理，陈汤矫诏出兵的无奈，本质是西汉僵化制度与边疆现实需求的激烈碰撞，也揭示出国家治理中制度与人才的核心关系。好的制度不应是束缚人才的枷锁，而应能包容其合理瑕疵，更能为其提供发挥才能的空间。
西汉边疆制度对边将兵权限制过死，既无法应对西域瞬息万变的局势，也迫使陈汤不得不以违法的方式解决危机，酿成功罪难辨的困境。若朝廷能在战后反思制度弊端，适度赋予边将应急决策权，陈汤不必冒诸族风险，汉朝在西域的治理也会更具弹性。这印证了一个永恒规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一味固守成规，即便有优秀人才，也只能在违法建功与守法务实间艰难抉择，最终造成人才受损、制度失效的双重困境。纵观历史长河，陈汤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句气壮山河的誓言，更是一面映照人性复杂与历史辩证的明镜。他的生平告诉我们，历史人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完美无瑕，更在于他们以真实的人生参与并推动了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陈汤就是理解一个时代，理解人类在理想与现实、工业与道德之间永恒的挣扎与追求。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